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本期我们接着来看《中末的女武神》第8场对决，特斯拉对战别西卜。上回说到，别西卜在特斯拉的瞬间移动进攻下，身上挂了彩，久违的负伤也令他回忆起了曾与冥王哈迪斯的过往渊源。原来他手里的神器权杖便是哈迪斯赠予的。既然唯一一个在意的人已经先一步倒在擂台上，那他就将人类彻底灭绝。冥界的禁忌之术，虚神降临。别西卜的大杀招虚神宛如一个黑色囚笼，笼罩整个擂台。下一秒被轰得炸裂开来，掀起的风浪直冲出诸神擂台。近距离观测，就像一个灌满水的水球砰然炸开，可想而知，处于其内部的特斯拉会是怎样的下场。擂台边的主持人和观众被风浪掀得睁不开眼，就连神明看得上的阿瑞斯都被吓了一跳。毕竟虚神这种禁忌招式，在场几乎没有人见过。视野最好的屋顶上，大预言家诺斯特拉姆斯亲眼目睹了这震撼的一幕，是两眼放光，激动不已。片刻后，烟尘逐渐散去。本以为在这样的威力下，特斯拉已经是尸骨无存。然而，观众席上的科学家和宙斯两人突然瞪大了眼。只见一道颤抖的身影从烟尘缓缓浮现，一大滩血喷在地上，正是沐浴在鲜血中遭受重创的特斯拉。身上的铠甲已经破烂不堪，嘴里喘着大气，摇摇欲睡的身子刚站稳脚步，便难以支撑地跪了下来。而烟尘散去后，别西卜也屹立在对面，场面上一时间陷入了诡异的寂静，直到主持人的呐喊声打破了僵局。人类的希望之火特斯拉被别西卜惊人的攻击完全命中，危在旦夕。场面的格雷被吓得跌坐在地上，布伦希尔德则紧闭双眼，沉默不语。神明一边，阿托摩奇询问起宙斯那恐怖异兆的来历。宙斯解释道，关于虚神，他也只是听说，别西卜将用于攻击的右手和防御的左手抽离到一块，再压缩双手的震动之力，一口气爆发出来。这一招之所以被冥界视为禁忌，便是其恐怖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威力，以及那以命相搏的特殊性。只见此刻擂台上的别西卜也同特斯拉一般沐浴在鲜血里，遍体鳞伤。这招威力强大到连别西卜的肉体也会一并破坏，所以凭这点便能看出，没能用这招分出胜负是别西卜判断失误了。真是令人吃惊，你竟然没有消失。别西卜话音刚落，就见特斯拉左手上的线圈硬是碎裂。场面的科学家们立马就反应过来，特斯拉这是又用了一个超级特斯拉线圈，想来应该是没时间采取其他措施，他只能用足以毁掉线圈的最大马力等离子脉冲拳，在爆炸的一瞬间抵消了一部分震动力量。但即便是这样，也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重创。我承认你确实很厉害，但该结束了。别西卜再一次握住了骷髅头，准备彻底了结特斯拉。结束？哈哈哈哈 ！No No No！ 不，人类的存在永远没有结束一词。风景秀丽的奥地利帝国斯米良村是特斯拉出生的地方。和往常一样，年幼的特斯拉和母亲姐姐道别后，往村子的山脚跑去。姐姐让母亲不用担心，不用想也知道特斯拉肯定又去那个秘密基地了。村子角落不起眼的小屋子便是特斯拉的秘密基地。和往常一样敲响了房门，屋里传来少年的声音：“神所爱的数字是什么？”特斯拉回应道：“369，密码正确。”门口的铁锁转动，房门打开后，是一个比特斯拉高出一大截的少年，正是特斯拉的哥哥丹恩。虽然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但仍然笑着欢迎特斯拉来到他的科学研究所希伯来区。别看屋子不大，里面东西却不少，各种书籍和器具摆放得井然有序，难以想象这竟然是个12岁孩子的秘密基地。特斯拉询问起哥哥今天是准备要制作什么呢？丹恩回应道，是村里阿二爷爷拜托的风车。比特斯拉年长7岁的丹恩是村里的天才少年，经常以少年发明家的身份帮助村民解决难题。听到是风车，特斯拉疑惑地问道，是普通的风车吗？丹恩笑着表示，是一种效率翻倍的新型风车。看着手里的图纸，理论上是可以运行的，但他根本没有把握能成功建造。特斯拉说道，既然哥哥没有自信，那为什么每次都要答应别人呢？丹恩叹了口气，解释道，那是因为这样大家都会高兴呢。看到自己做的东西让别人露出开心的表情，就令他欲罢不能。听完解释后的特斯拉倒是会心一笑，果然这才是丹恩哥哥呀。不过丹恩特别强调，这一次的风车是真的不太有信心，因为不知道材料的耐久度能不能适用这个设计，要是最后失败了，肯定会让二爷爷失望吧。然而这时特斯拉却说道，就算哥哥失败了也没关系啊，如果失败就会有新的发现，就像妈妈教姐姐做的汤，姐姐一开始也做得很糟糕，但尝试了很多次后，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最喜欢的食物。正因为失败，我们人类才会进步啊。能说出这般话，丹恩十分意外，想想特斯拉才年仅5岁，就更觉得离谱了。他摸着弟弟脑袋，笑着告诉他，特斯拉未来说不定会变成大人物呢。
既然如此，丹恩让特斯拉来担任这个希伯来区研究所的特别研究员。但话音刚落，就遭到特斯拉的拒绝。什么希伯来区啊，真是土到掉渣的名字，干嘛不取个好听点的名字？比如超级神之家怎么样？原来特斯拉取名字的癖好真的是与生俱来的。虽然在取名字上和哥哥不能达成一致，但特斯拉是打心底里爱着哥哥，爱他的温柔，爱他的创作。但直到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此时的风车已经建成了底座。尼恩担心风车的状况，牵着一匹马迎着暴风雨出门了，但迟迟未回，让特斯拉心急如焚。随后也冲进了暴风雨，可等来的却是雷鸣之中的噩耗。风车遭受了雷击，损坏严重。风车脚下，马匹躺在地上，丹恩也遭遇了不测。一声响彻天际的嘶喊声，似乎在痛斥着上天的不公。最终，丹恩还是没能完成风车的建造，就这么离开了。在葬礼上，村里曾受过丹恩帮助的人都前来送别。委托建造风车的二爷爷甚至跪地痛哭，让丹恩原谅他。要不是他拜托制造风车，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这时，特斯拉前来安慰二爷爷：“没关系的，哥哥还活着，他一定还活在科学之中。”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5岁少年故作坚强的话语，只有特斯拉自己知道，这是他发自内心真切的感受。不久后，风车照着丹恩留下的设计图建造好了，但不管怎么尝试，风车都没能转动起来，看样子是设计出了问题。从那天起，村里的天才少年渐渐从大家的记忆中淡去。但同样从那一天起，特斯拉把自己关在了希伯来区研究所，日复一日的专心研究。就这样过去了6年。这一天是村里的大日子，因为被废弃了6年的风车本打算拆掉，因为特斯拉表示再给他一次机会，提供了新的设计图。没想到竟然成功了。看着随风转动的扇叶，这一刻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个村子里曾经的天才少年丹恩所建造的风车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而完成这一切的特斯拉自豪地表示，这并不是新的设计图，而是丹恩哥哥那张的改良版。没有人能想到，年仅11岁的特斯拉便继承了丹恩的研究，成为了又一个天才少年。用了6年时间，他向所有人证明了丹恩哥哥还活着，活在他的心里。微风拂面，就好似哥哥在看着他。他张开双臂，呐喊着：“只要科学仍被后人继承，丹恩哥哥就永远还活着。”此后，特斯拉耗尽一生都钻研在科学里。哦不，应该说是死后被召唤到天界，仍然一刻不停地做研究，最终才诞生了超级铠甲自动机械贝塔。回到擂台上，特斯拉缓缓支撑起了身躯，那不屈的精神，不正如他一刻不停的科学之路吗？场边的科学家们都激动落泪，在为特斯拉加油。当然，还有一直目不转睛观看着比赛的丹恩。见特斯拉浑身是伤，在场边呐喊着替他担忧，眼里饱含泪水。哈哈，丹恩哥哥，你还是那么爱操心。不过没问题的，只要科学仍被继承并持续发展，人类就绝不会灭亡，人类皆为一体。好了，到这里就是《女武神》第8战第8回的全部内容了。整整1话描述了特斯拉儿时的一段经历，以特斯拉和哥哥丹恩的精神，进一步烘托出了他对科学的执着和热爱，心中秉承着只要科学还在发展，人类就不会灭亡的信念，战斗至最后一刻。等待了1个月的章节并没有推动主线，而是用于刻画人物和烘托主题。虽然剧情进度上感觉啥也没看到，但转念一想，人物丰富后看到结尾的感受也会相应变强，不然光看个擂台武斗，啥人物背景都没有，那多没意思。在别西卜和特斯拉相继展露出回忆后，不出意外，下一回就该是最后的死斗了。两人都底牌尽出，负伤不轻，别西卜还有使用权杖的余力，特斯拉也还有最后一个烧级线圈，这长达半年多的铺垫终于要进行收尾了。好了，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这里有最新的女武神更新消息。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